60岁后不能常吃坚果。坊间有人说，过了60岁，坚果反而会变成健康隐患，甚至有传言列出几种坚果是暗藏危机，吃多了可能让你跑医院的次数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常听说每天一把坚果有益长寿，还有人坚信核桃能补脑防失智。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坚果究竟是在清理血管还是在伤害血管？其实人过了花甲之年，身体确实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早在2000年前就指出，7、8肝气衰，筋不能动。意思是说，大约60岁时，肝血渐衰，筋骨软弱，身体各机能明显下滑，需要好好调养才能延年益寿。现代医学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发表在《自然新医学》的一项研究指出，人到了34岁、60岁、78岁这3个年龄节点，体内与衰老相关的各种指标会出现明显变化，尤其是60岁左右，衰老从量变累积到质变，许多潜伏的健康问题会在这时候浮现。所以有人把60到70岁这段时间称作长寿关键期。如果在这10年间能管控好健康风险，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80岁以后也能相对平稳地度过。而一旦这时候疏忽大意，让疾病加速，可能就难以享受高龄之福。正因如此，许多医生对老年人的饮食如数家珍，小到一颗坚果也格外重视，吃对了是补品，吃错了变负担。让我们先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家住台北的张大叔今年68岁，退休后生活悠闲，迷上了养生之道。他在网络上看到核桃补脑的说法，又得知膳食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天吃一些坚果，于是每天上午都要敲几颗核桃当零食。一段时间下来，他觉得精神不错，对核桃更是爱不释手。然而有一天早上，张大叔正坐在阳台上，一口气嗑完一大把核桃，起身时突然眼前发黑，腿一软，砰的一声摔倒在地。家人吓坏了，连忙将他送往医院急救。所幸经过抢救，张大叔脱离了危险。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这次晕倒的罪魁祸首竟然是高血脂。清醒过来的张大叔百思不解，核桃不是养生食品吗？不是说吃了清血管预防心血管病吗？怎么会让我血脂升高？面对疑问，医生解释道，核桃营养丰富不假，但脂肪含量极高，吃过量反而可能引起血脂攀升，热量过剩。对于他这样已经60好几，代谢变慢的人，每天一大把核桃确实太多了。医生建议他以后控制坚果的摄取量，像核桃这类油脂丰富的坚果要少碰，不然补养不成反而伤血管。这个故事让很多喜爱坚果的长者心里打鼓，难道60岁后不能吃核桃是真的？难道坚果不是公认的健康零食吗？事实上，网传的60岁后不能吃核桃有点言过其实。中老年人并非绝对不能吃坚果，相反，大量研究发现，适量吃坚果对健康有诸多好处，中老年人同样可以受益。举个例子，2021年循环医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让一群健康老年人每天吃30到60克核桃，连续2年，结果显示他们的坏胆固醇 LDL 水准有所降低，而且低密度脂蛋白颗粒的粒径变大，颗粒变大意味危害性降低，动脉硬化风险下降了。紧接着2020年，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也刊登了一项对700多名老人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天适量吃核桃的老人，体内的全身性发炎指标减轻了。众所周知，慢性发炎是心血管疾病的一大推手，炎症减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此外，坚果对血糖代谢也有正面作用。有统计研究发现，一个月吃1到3次坚果，每周至少吃1次坚果，以及每周吃2次以上坚果的女性，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比基本不吃坚果者降低了 4%、13% 和 24%。可见适量吃坚果有助于控制血糖，预防糖尿病。专家认为这与坚果富含多不饱和脂肪，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有关。再说肠道健康，坚果也功不可没。营养学杂志刊登过一项研究，将30多名成人分组干预，其中一组每天吃适量核桃，持续6周后检查发现，
这组受试者肠道中的有益益生菌数量明显上升，而对照组没有这种变化。研究者因此推论，核桃等坚果能促进肠道益菌生长，从而改进肠道微生态环境。不仅如此，坚果与长寿的关系也得到科学印证。哈佛大学的科研团队曾追踪将近93340名成人，长达20年，发现每周坚持吃2到4份坚果，每份大约1小把的族群与不吃坚果的人相比，全因死亡率降低 13%， 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降低 4%， 平均寿命还延长了将近1年。另一项在澳洲进行，发表于2024年 Age and Aging 衰老期刊的研究，则指出，在接近1万名没有失智、心脑血管病或重大残疾的老年人中，经过4年随访，每天坚持吃坚果的人发生失智、失能和死亡的综合风险，比不吃坚果的人降低了 23%。换句话说，每天1把坚果可能真的有助于健康长寿。值得一提的是，经常吃坚果还对心理健康有正面影响。西班牙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每日坚果摄取在适量范围内的人，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比几乎不吃坚果的人低了约 17%。科学家推测，坚果富含的抗氧化物质以及有益脂肪能减轻体内慢性发炎，再加上一些坚果含有的色氨酸和维生素 B 族，有助于维持大脑神经传导物质的平衡，从而让人的情绪更稳定。难怪不少老人反映，每天吃1小把坚果，心情比以前舒畅很多呢。那既然如此，为何又有声音警告老年人少吃坚果，甚至说坚果会伤身呢？其实，上面研究强调的都是适量吃坚果带来的好处。如果抛开适量这个前提，坚果高脂肪、高热量的特性就可能变成双刃剑，给身体带来负担。尤其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身体机能走下坡路，如果吃坚果的方法不对，分量失控，确实可能弊大于利。首先强调，坚果本身是好东西，富含优质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例如核桃、杏仁富含维生素 E 和 Omega-3 脂肪酸，有抗氧化和维持脑部健康的作用。腰果、开心果含有丰富的钾和镁，对心脏和肌肉功能有益。花生则富含白藜芦醇和叶酸，有助保护血管和大脑。适量吃坚果等于给身体补充一把营养综合丸。但问题在于，坚果虽小，热量惊人，大多数坚果的脂肪含量都在 50% 左右，属于名副其实的高能量食物。100克花生含有约44克脂肪，热量将近600大卡，100克核桃的热量更是超过650大卡。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有多吓人。举个比喻，一块肥猪肉、五花肉的脂肪比例大约也就在3-4成，而花生、核桃这些坚果的含油量比肥肉还高。有营养专家形容，你以为在补营养，其实是在给肝脏灌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过量吃下这些富油坚果，多余的油脂会堆在肝脏，久而久之造成脂肪肝等问题。如果每天抓一大把坚果，随手一抓可能就是40-50克，等于白白吃下200-300大卡热量，相当于额外吃了1碗饭还多。对年轻人来说，新陈代谢快或许问题不大，但对活动量不如从前的老年人而言，经常这样无形中摄入超标热量，体重很容易悄悄上升，腹部囤积脂肪，久而久之就会诱发肥胖和血脂异常。更麻烦的是，肥胖和血脂高对老年人来说格外危险，胖起来不仅行动不便、关节吃力，还常常伴随血压升高、血糖失控，加重心脏负担。很多老年人本来就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问题，如果再不控制坚果等高能量食物的摄入，无疑是火上浇油。前面张大叔的案例就是典型，他并非不能吃核桃，而是吃太多了，导致热量和脂肪摄入超标，引发血脂飙升。其实不少医生都遇过类似情况，有的老年患者长期大量嗑瓜子、花生，以为植物油脂没有坏处，结果多年下来，体检发现重度脂肪肝，坏胆固醇也居高不下，这才追悔莫及。还有调查显示，在脂肪肝患者中，
超过 65% 的人有长期过量吃坚果的习惯，他们往往不知道每天抓几把花生瓜子，累积的油脂摄入早已超标，肝脏就像浸泡在油罐里一样，不生病才怪。在这里要纠正一个常见误区，很多人以为植物性的油脂不含胆固醇就不会影响血液胆固醇。事实上，人体内的胆固醇大部分是肝脏自行合成的，摄取过多油脂会让肝脏代谢负担加重，可能间接导致血胆固醇上升。所以中老年人如果长期过量吃花生、核桃这类富含油脂的食物，同样可能出现胆固醇升高的问题，对心血管不利。特别是一些老人每天习惯当零食抓一大把坚果，稍不注意就超过了建议量。那么老年人每天吃多少坚果才合适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坚果大约1小把即可。有多小呢？大约10克左右，也就是2-3颗核桃或7-8粒杏仁的量。听起来好像很少，但别忘了坚果很耐饿，这点分量已经能提供丰富的营养。如果觉得每天只吃一小撮不过瘾，也可以每周累积起来吃个2-3次，每周合计50到70克坚果都是合理的。切记拿着整袋坚果边看电视边不停地吃，那样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过量。除了控制总量，中老年人吃坚果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很多人习惯饭后嗑几颗花生、瓜子解馋，但饭刚吃饱就马上吃坚果，可能让胃部负担过重。比较好的做法是把坚果作为加餐，在2餐之间肚子有点饿的时候来1小把，既补充能量又不会一下子摄入太多。此外，坚果属于干燥而富含纤维的食物，要充分咀嚼、细细品尝，才能更好消化吸收。如果牙口不好，还可以把核桃碾碎拌在粥里，或把杏仁磨成粉冲牛奶喝，这样既享受到营养，又避免了消化不良和呛噎的风险。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60岁以上的朋友当然可以吃坚果，而且坚果对健康很有益处，但前提是掌握好适量和正确的吃法。明白了这点，我们再回头看60岁后不能常吃坚果的传言，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常吃2字。如果方法不对，毫无节制的吃确实不妙，但只要吃得其法，坚果不仅无害，还是长寿饮食中的一环。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另一个重点，哪几种坚果或坚果制品是老年人尤其需要少吃甚至不碰的。有些坚果本身没错，但经过加工调味后对健康不利，有些则是品质储存问题，暗藏危机。经过查阅资料和专家意见，我们总结出4种60岁以上长者最好敬而远之的坚果类型。如果不想3天2头往医院跑，下面这4种坚果还是能避则避吧。1. 过咸的坚果，首当其冲的是各种高盐坚果。市场上常见的盐焗腰果、五香花生、瓜子等，吃起来特别香，这是因为里面加了大量食盐和重口味调料。一些老一辈特别爱嗑五香瓜子、茴香豆，咸香入味，一不小心就吃很多。但是您知道吗？一小包，比如50克，咸瓜子的含钠量可能比1碗咸粥还高。长期大量摄入这些钠盐超标的零食，直接危害就是血压飙升。60岁以上的人本来就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的高发族群，钠吃得太多会打乱体内水盐平衡，导致血压波动，更容易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甚至中风。此外，摄入过量盐分还会损伤肾脏功能，肾脏是身体排出盐分和水分的器官，盐吃太多，肾脏长期超负荷工作，功能会一点点下降。很多老人发现肾功能不全时，往往追悔莫及，而元凶之一正是不知节制的高盐饮食。以我邻居陈伯伯为例，他患高血压多年，一直控制不好，却特别爱嗑五香瓜子解闷，每晚都抱着一大罐瓜子嗑得津津有味。几年下来，不仅血压忽高忽低，最近连肾功能指数都出了问题。医生一问才知道他的嗜好，当场严肃要求他立刻戒掉嗑瓜子的习惯。陈伯伯虽然一开始很不情愿，但为了保命也只好听从。戒了咸瓜子之后，他的血压果然稳定了许多，肾功能也没有继续恶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过咸的零食拖了后腿。
想要健康，一定要管住嘴里的咸味。有些长者可能觉得没味道的坚果太淡，不够过瘾，其实那只是习惯问题。建议逐渐减少盐焗、五香等调味坚果的摄入，改为选择原味坚果。刚开始觉得淡，可以尝试把原味坚果和少量带咸味的混着吃，慢慢适应天然的味道。还有一个办法是自己在家烤坚果，出炉后趁热撒上一小撮细盐或海藻粉增味，比市售调味坚果的含盐量低得多。总之，千万别再拿坚果当咸零食无节制的吃了，您的血压和肾脏都受不了。记住，嘴巴图一时的痛快，心脏和肾脏可能要受长久的苦。2. 果糖的坚果。第二种要少吃的是蜜饯坚果、糖衣坚果。很多老朋友牙口不好，却偏爱香甜松脆的花生糖、芝麻糖，或者市面上的蜂蜜、杏仁、脆皮腰果等零食。这类产品看似是坚果，实则含糖量极高。一袋蜜汁核桃可能将近一半都是糖浆。对老年人而言，摄入过量糖分会带来多重危害。首先是血糖失控，大量蔗糖让血糖急剧攀升，长期嗜食蜜饯坚果的人更容易罹患2型糖尿病。即便已有糖尿病的长者，若沉迷这些甜滋滋的坚果零食，血糖肯定难以控制，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其次是热量爆表，糖本身也是高热量，每克约4大卡，而甜蜜的口感容易让人吃上瘾，不知不觉摄入过多热量，引起肥胖。同时，很多蜜饯坚果在制作过程中还会油炸或裹上一层植物油，再加上糖衣，热量更是双倍升高。可以说，蜜饯坚果结合了高糖加高脂2大不利因素，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和代谢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回想一下，您身边是否有长辈总爱含着一块花生酥或芝麻糖？这种传统小吃确实香甜酥脆，但其中的隐忧不可小觑。一位67岁的李阿姨特别爱吃花生酥，每天饭后来一小块当甜点，结果半年下来，她体重增加了5公斤，原本正常的空腹血糖也飙升到了接近7 mmol， 属于糖尿病前期的边缘。医生提醒她赶紧忌口，李阿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以为吃的是养生花生，实际上却摄入了大量蔗糖。幸好她及时改掉习惯，血糖逐渐降回正常。像李阿姨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奉劝中老年朋友，想控制血糖和体重，甜滋滋的坚果零食还是敬谢不敏。嘴馋想吃坚果，就选择原味的，或者自己用一点点天然蜂蜜调味，千万别被市售的糖衣诱惑。实在特别想吃甜点，可以用水果加坚果来替代，例如吃几片香蕉配几粒坚果，既满足甜味又摄取膳食纤维，比吃糖霜花生健康得多。3. 油炸的坚果。第3种要少吃的是深度油炸的坚果。上一条提到的蜜饯坚果，很多其实也是油炸出来的，但即便不裹糖，有些坚果产品本身也存在油炸问题。比如街头小吃摊常见的炸花生米，许多老人家聚在一起聊天时爱配的咸酥杏仁等，都属于高温油炸制品。油炸会给坚果带来诱人的酥脆口感，然而背后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首先，油炸让坚果脂肪含量变本加厉，坚果自带的油就已经不少，油锅里一炸又吸入大量外来油脂，热量成倍增加。经常吃油炸坚果的人更容易热量超标，体重上升。其次，高温油炸会破坏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生成一些有害的氧化产物，像反式脂肪、丙烯酰胺，特别是淀粉含量较高的坚果或种子，在高温下可能产生丙烯酰胺，都可能在油炸过程中出现，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带来潜在危害，同时增加体内发炎反应。很多老人平时不怎么吃肉，却爱吃油炸花生米下酒，结果查出血脂很高，还出现脂肪肝。其实原因就在这里，等于每天吃了一盘油炸物，怎能不出问题？有位王大爷自以为饮食清淡，一口肥肉不沾，但每天晚上都要来1小杯黄酒，配一盘酥脆的油炸花生米。久而久之，他感到肚子发胀，人也发胖。一检查发现脂肪肝找上门来，王大爷很纳闷，自己明明不吃肥肉，怎么肝脏也积了这么多油？
医生询问生活习惯才指出问题，他每天那碟炸花生米中的油脂含量并不比一大块红烧肉少。王大爷这才大吃一惊。像这样平时不吃肉却爱吃油炸坚果的老人，其实摄入的油脂一点也不少，难怪血脂容易升高，肝脏长脂。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道理，每天吃一盘油炸坚果，就等于每天吃了一盘油炸物，怎能不出问题？再次提醒，中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对高油食物特别敏感，油炸坚果吃下肚，很可能引起胃胀、反酸等不适，长期更会加重胰脏、肝脏负担，诱发脂肪肝、高血脂等问题，既伤胃又伤肝，实在得不偿失。建议大家选购坚果时看清加工方式，最好选择低温烘焙或生吃的坚果。如果自己制作，尽量用烤箱低温烘烤，而非油锅炸。烘烤时温度控制在150到160摄氏度以内，时间长一点，把水分烤干即可。这样既保存营养，又避免油脂氧化。如果在外购买，留意配料表中有无植物油、氢化油等字样，闻起来是否有明显的油耗味？有的话就表示可能油炸过度，要尽量避开。一句话，能不炸就不炸，坚果才能保持它原本的营养价值。4. 变质或劣质坚果。最后一种要严防的是不新鲜、发霉变质或经不当处理的坚果。坚果富含油脂，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氧化腐败，出现俗称哈喇味的油耗气味。这种变质的坚果吃起来带苦涩的油耗味，不仅口感差，更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油脂腐败会产生过氧化物等有害分子，吃了轻则肠胃不适，重则损伤肝脏。所以凡是闻到坚果有异味，尝起来不对劲，就千万别再吃，果断扔掉以测安全。除了氧化变质，坚果还可能因为潮湿而发霉，特别是花生、南瓜子、玉米这类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更容易滋生黄曲霉菌。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素是一类强致癌物，毒性甚至远高于砒霜。一旦摄入，黄曲霉素主要攻击肝脏，长期少量摄入也会大幅提高肝癌风险。前些年新闻还报道过某地一户农家，几位老人习惯吃自家存放了好几年的花生米，结果陆续患上肝癌。医生高度怀疑祸首正是其中累积的黄曲霉素。可见这种血淋淋的教训提醒我们，发霉的坚果一口都不能吃。另外，现在市场上一些散装坚果存在加工上的坑，为了卖相好，商家会用液态石蜡油给带壳坚果抛光，使其看起来油亮诱人。食用级石蜡如果用量不大，短期吃进去问题不大，但万一不肖商家用的是工业石蜡，其中可能含有重金属和多环芳香烃等毒性杂质，长期摄入会对健康造成慢性危害。消费者很难辨别坚果表面的亮泽到底是自然油脂还是石蜡处理的结果，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有完整包装和检验合格证明的更放心。购买时还可注意颜色和形态，正常的坚果仁颜色天然，若显得异常苍白透亮，可能是漂白过。外壳和果仁形状大小过于一致，表面光洁无比，反而要小心是否经过抛光等过度处理。小结一下，以上4点，老年朋友平时吃坚果要尽量避开过咸、过甜、油炸和变质这几类问题。坚果只要把握这几条雷区，坚果仍然是您的健康益友，而不是捣蛋鬼。讲完了不能常吃、要少吃的，我们也来说说哪些坚果适合老年人，以及如何更好的享用坚果。其实各种坚果各有千秋，与其说哪种坚果最好或最差，不如说搭配均衡最重要。俗话说五谷杂粮要常吃不挑食，坚果也是一样，多种类搭配才能取长补短。值得提醒的是，最近网上有流传一些坚果黑名单，称60岁以上长辈不要吃某几种坚果，例如花生、腰果、松子等等，这类说法是不全面的。花生的确较容易受到黄曲霉污染，但只要注意选购干燥无霉变的花生，适量食用对人体有益无害。腰果含有较高草酸，被传言指责会流失钙，造成结石。其实所有坚果的草酸含量都不低，正常少量食用并不会增加结石风险，除非您已经有草酸结石倾向，才需适度限制。至于松子，
有说法称其中成分会干扰肝脏代谢药物，还有人担心吃了松子会嘴巴发苦。实际上，松子与常见药物并无明显冲突，而所谓松子口症候群，吃某些松子后出现持续苦涩味，只是极少数案例，且无持久危害。总而言之，花生、腰果、松子这些坚果没有想象中可怕，它们营养价值都很高。花生富含蛋白质和有益油脂，腰果富含铁和锌，松子更是矿物质的宝库。只要适量，这些坚果完全可以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我们真正该远离的，其实是前面提到的高盐、高糖、油炸或变质的问题坚果，而不是某种天然坚果本身。比如每天10克坚果，您可以把核桃、杏仁、花生、南瓜子等混合着吃，既能摄取核桃丰富的 Omega-3 和多酚，又能获得杏仁高含量的维生素 E、花生的植物蛋白和叶酸，南瓜子的锌和镁，一次满足多种营养需求，比单吃一种更均衡。当然，如果您有特殊健康考量，也可以有侧重地选择某些坚果。例如，想养护心脏和大脑，就偏向核桃和开心果，因为它们富含有益心脑的脂肪酸和抗氧化物。担心血糖，餐后尝几颗开心果或杏仁有助平稳血糖。想要补钙强骨，榛子和杏仁的钙含量在坚果中名列前茅。需要预防贫血，腰果和松子的含铁量相对较高。注重睡眠品质，腰果、杏仁富含镁元素，有助放松神经。当然，无论哪种坚果，再好的营养也要控制摄取量，切忌贪多。另外，根据中医的说法，坚果属温燥之品，吃多了容易上火，比如嘴破、喉咙痛等等。这其实侧面提醒我们，某些坚果过量会造成身体慢性发炎。现代营养学的解释则是，症结在于坚果中的脂肪种类。不少常见坚果，如花生、葵花籽、腰果的 Omega-6 脂肪酸含量远高于 Omega-3。Omega-6 虽是必需脂肪酸，但如果摄入太多，而 Omega-3 摄入不足，就会促进体内产生促炎的介质，好比把免疫系统的警报长期拉响，导致火气大。反之，若坚果中的 Omega-3 比例高，则有助抗炎灭火。比如核桃的 Omega-6 Omega-3 比例约为4:1，被视为相当理想的比例，而杏仁的这个比例高达2000:1，几乎不含 Omega-3 比例，所以吃多了确实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嘴破上火。当然，我们平时不可能算得这么精细，但这提示我们摄取多样化的坚果，并注意膳食中 Omega-3 的摄入，如食用深海鱼、亚麻籽等富含 Omega-3 的食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过多 Omega-6 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维持体内脂肪酸平衡，不会动不动上火。最后，再强调几句安全和保存方面的建议。第一，对于吞咽功能不好或者有失智症的长者，一定要注意进食安全。坚果体积小但质地硬，务必要充分咀嚼。如果存在严重的吞咽困难或失智，最好不要直接吃整颗坚果，可以磨碎拌入软质食物，或选择无糖无盐的坚果酱，如纯花生酱、杏仁酱，掺在粥汤里，避免呛入气管。每年都有老人因嗑花生、瓜子呛入气管，引发吸入性肺炎的案例，千万不要大意。第二，坚果的保存很重要，买回家的坚果，尤其是去壳后的人，应该密封避光保存，最好放在阴凉干燥处。天热时建议直接放冰箱冷藏，一次不要囤买太多，尽量在保质期内吃完，避免因存放过久而变质。闻到味道不对或坚果受潮发软，就别舍不得丢，赶快更换新鲜的，才是对健康负责。最后再提醒几种特殊情况，如果您对某种坚果过敏，那当然务必完全避免，千万不要冒险尝试。常见如对花生、腰果等过敏，有人甚至闻到坚果味都可能诱发过敏反应。另外，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或曾患急性胰脏炎的患者，短期内医生通常会建议低脂饮食，在此恢复期间也应禁食坚果，以免刺激尚在愈合的消化系统。还有慢性肾脏病中晚期患者需要限制磷和钾的摄入，坚果富含磷、钾这类患者也要遵循肾科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
严控坚果的食用量，甚至暂时不吃。总之，对于大部分健康或亚健康的老年朋友，上述原则足以让您安心享用坚果。而若您有特殊病况，则请根据专业医嘱调整饮食。谈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结语。60岁以上不是不能吃坚果，而是要更聪明的吃。坚果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美味，是长寿饮食的加分项，但同时它也隐藏着高油、高热量的阴影面。年纪大了，身体不像年轻时那样能随意承受过量饮食，所以我们需要掌握正确的打开方式。适量、原味、慎选品质和种类，是老年人享用坚果的关键原则。只要遵循这些原则，坚果不仅不会让您常跑医院，反而会成为您日常养生的好伙伴。试想下午泡壶清茶，配几粒香脆的核桃，杏仁既满足口腹之欲，又为身体悄悄注入了健康能量，没有负担的愉悦，这才是吃坚果的最佳境界。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您对60岁后能不能常吃坚果，心中有了答案。能吃，但要会吃，慎吃。愿各位长辈都能聪明，选择饮食，继续享受坚果带来的美味与益处，少进医院，多在家快乐，颐养天年。